全球冰封物资匮乏，张毅家里却藏了一整个沃尔玛超市，还有500桌星级大厨做的满汉全席。张毅躺在沙发上，懒洋洋地说道：“我今天有点累了，你来动。”周可儿顺从地来到他跟前，跪倒在地板上。就在这时，失去了4名帮众的天河帮再度对25楼发动了袭击。带队的人是黄天放的侄子黄伟，他带着8个人摸黑进入了25楼，结果没想到刚刚来到楼梯，上面就有砖头扔了下来。当当当，负责值班的这些人发现了敌人，立刻用手中的东西反击他们手持菜刀、棍棒等武器居高临下的阻拦天河帮，然后把捡来的石头、砖块和手边随意什么重物砸下去，借此拖延时间。反抗的同时，他们又敲响楼梯和窗户，制造动静，引来邻居。很快，整栋楼的邻居都被吵醒了。黄伟等人报仇心切，再加上物资的匮乏，选择进行强攻。但是他们的人数毕竟太少了，即便战斗力剽悍，也打不过那么多人。何况由于张毅的悬赏，他们一条人命就等于5人份的粮食。邻居们都跟打了鸡血似的，争着去抢人头。战斗仅仅维持了几分钟，大家吓得都是死手，现场就留下了3具尸体。黄伟等人见势不对，连忙喊道：“先撤，走走走！”他们这一跑，后面的邻居们高兴坏了，嗷嗷叫着跟在后面追。一个跑得慢的工人没来得及爬出窗户，屁股上就被一把菜刀劈了上去，竟然陷进去小半个刀头。他哎呦一声惨叫，歪着屁股挣扎着爬了出去。他们出去之后，邻居们没敢深追，毕竟大晚上的，也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。被打断施法的张毅来到阳台上，望着底下那些逃跑的天河帮成员，很生气的从异空间掏出狙击枪，站在24层的阳台上就开始朝下面瞄准。原本从24层楼的高度看着只有蚂蚁大小的几个人，通过8倍镜看上去却清清楚楚。张毅按捺住内心的激动，对准一个人的后背就扣动了扳机，砰的一声枪响，在寂静的夜晚里显得格外清晰。不知道多少人被这个声音从不安的睡梦中惊醒。张毅透过瞄准镜就看到那个人倒在了地上，鲜血染红了大片的雪地。卧槽，我这枪法怎么那么准？我难道是个天才？张毅又惊又喜，他原本只是想试试枪好不好用，也没抱多大希望，可没想到竟然一发入魂。刚刚出现的那种奇怪感觉是什么？张毅有些惊讶，不过他来不及细想，旁边几个人听到枪声，又看到一个同伙死了，都吓得加快了速度。张毅赶紧换弹，然后瞄准了下一个人。当他全神贯注望着一个人时，那种神奇的感觉又再一次出现了。砰的一声响起，又有一个人应声倒地。张毅这次明白了，他能够从24楼的高度射中敌人，不是巧合，而是天赋。确切的来说，应该是某种特殊的能力。张毅的内心非常激动，末世之下，多拥有一种能力就多了一分保命的本钱。他再度换弹举枪，这一回瞄准的是一个人的脑袋。砰！枪声过处，他就看到那个人的脑袋炸开一大团血雾。确认无误，这的确是一种强大的精准射击的能力。张毅内心狂喜，他对准其他几个人，咔咔咔打一枪，他就迅速的拉栓更换子弹，枪声此起彼伏，在小区里回荡。那几个人没有来得及逃回去，就全都死在了半路上。7具尸体倒在白茫茫的雪地上，鲜血染成了大片的嫣红，看上去格外的刺骨。张毅的嘴角是止不住的笑容，从今以后，他可以躲起来做一个顶级老六，专门阴死别人。而此时，楼下的那些邻居听到枪声，又眼睁睁看着黄伟等人一个个被点名似的倒下，眼睛里露出骇然的神色。这枪声是从楼上传来的，楼上肯定是张毅做的啊！这么远的距离，一定不是手枪，应该是狙击枪的威力。我的天啊，那么远，一击毙命！张毅竟然是个神枪手！众人目瞪口呆，同时又感觉到一阵后怕。就凭张毅这本事，想杀他们的话，岂不是和捏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？他们自动进行了脑补，觉得张毅很可能是一个隐藏在都市当中的兵王。看样子，以后还是乖乖听张毅的话为好。是啊，我们能活到现在，就是因为张毅没有发火。人类的脑补能力是十分可怕的。此时，他们对张毅的敬畏突破了天际，而不光是他们，这午夜的枪声让整个小区的人都惊醒了。刘大叔给张毅发来了消息，询问枪是不是他开的。刘大叔在部队里待过，所以直接就判断出来这是狙击枪。张毅也没有隐瞒，对他说道：“这是今天去警局拿到的。”刘大叔好奇地问道：“你之前是不是在部队里面待过？部队番号是什么？”张毅的枪法太凌厉了，根据刘大叔的眼光来看，绝对是部队里枪王的级别。张毅笑了笑：“我只是有天赋罢了。”哈哈，刘大叔还以为张毅不想说，就没有继续问：“是你开的枪就好，万一是别人，咱们可就危险了。”张毅随便和他聊了聊，然后继续回到房间里，抱着美人躺在自己温暖柔软的床上。全球冰封第27天，张毅正在跟周可儿做着高难度的动作时，天河帮的人却带队杀了过来。被打断施法的他非常的生气，扛起狙击枪朝着楼下就是一顿突突。黄天放听到枪声后就感觉到了不妙，他清楚知道黄伟等人已经回不来了。早上的时候，他们看到外面堆积了10具尸体，这下子他们天河帮的人只剩下9个，战斗力大大削弱。即使强迫还活着的业主加入，也无法弥补那些工人的战斗力空缺。如果在这个时候突然与其他楼发生战斗，他们将陷入极大的劣势当中。他们有枪，而且不是普通的枪，可能是步枪或狙击枪。昨晚的密集枪声表明他们手中有大量的弹药。黄天放的表情非常凝重，他的手下们也充满了恐惧。
老大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大伟他们都死了，我们还打吗？黄天放阴狠地看向隔壁的25楼，咬着牙说道：打什么打？他们有枪，我们拿什么跟他们打？手下的人急了，可是不抢了他们的爬犁和物资，咱们这栋楼的业主们不够吃几天啊！黄天放沉默了片刻后沉声说道：晚上过去把大伟他们的尸体偷回来。众人相互看了看，脸上露出挣扎的神色。他们都是多年的兄弟，一起出生入死，现在却要……大家心里都很难受，却也没有人开口。他们知道，比起活下去，其他事情都不重要。不久之后，张毅骑着雪地车从小区离开，他的背影在许多房子的窗前留下了深深的印象。窗边的人们眼神复杂，有的激动，有的羡慕，有的甚至流露出野性的贪婪。在21楼，此时管理这栋楼的是自称天狼帮的组织，成员都是一群20岁左右的小伙子。天狼帮帮主王强站在窗前，手里握着一把带有些许锈迹的血淋淋的砍刀，对身边的2把手肖路坚定地说道：这辆车必须在我们天狼帮的控制之下，有了这辆雪地摩托车，我们就可以出去寻找更多的物资，到时候扩张队伍，成立一个大大的帮派都不是问题。肖路认真的点头赞同，不错，乱世出英雄，这个时代就是我们兄弟的机会，我们不能错过。他看着张毅离去的方向，眼中充满了决然和野心。与此同时，其他单元楼的话事人们也在针对张毅进行讨论，他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既是危机也是机遇。危机在于他持有枪械，且是大型枪械，但同样这也是机遇，因为他有雪地摩托车，可以出去获取更多的生存物资。有的人选择挑战，有的人选择合作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们很快都会和张毅发生接触，这是无法避免的。张毅这一次离开，先到了附近的超市看了看，不过可惜附近的几家超市建造的不够高，一些小超市只有1层，所以都被大雪给掩埋了。看来除了大雪融化，整座城市能够获取食物的地方，应该只剩下几个独立的大型超市和仓库。张毅突然想到自己之前工作的地方，经济开发区的西南方向曾经是一片荒地，后来被开发用于建造厂房和仓库。由于地价便宜，城市的好几百个仓库基本都在那里。张毅把沃尔玛的仓库搬空了，但那边还有其他公司的货物，食品、医疗、汽车、玩具应有尽有，过去看一看，或许能找到有用的东西。张毅打定主意，便调转车头，朝着仓库区域驶去。这里非常空旷，厂房也建造的比较高，没有像城市里那样堆积过高的雪，所以张毅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些厂房的顶部。张毅拿出手枪和撬棍，来到大润发的仓库，直接从顶部把窗户砸烂。结果探头往里面一看，却发现偌大的厂房此时已经空空如也，全都被人给转运走了。张毅心里早有准备，所以并没有过于惊讶。他继续来到其他仓库，结果也是一样，医疗器材、生活用品、食物，甚至是零食和宠物粮食的仓库都被搬空了，除了一些大型的机器设备和汽车。和我想的一样，当灾难发生的时候，官方的那些专家会第一时间通报灾情，上面的人肯定会把物资进行转移。张毅骑上雪地摩托车，思索了一番之后，朝着天海市最大的加油站驶去。不久之后，他便到达了记忆中的所在地。然而，那座巨大的加油站已经完全被落雪所掩盖，他只能通过周边的高大建筑来大致判断它的位置。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难免还是有些失望。难不成以后得节约用油？按照他异空间里的存量和雪地摩托的耗油程度，可能20年就消耗殆尽了，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。全球冰封末日求生，张毅骑着雪地摩托来到加油站，发现加油站整个都被冰雪覆盖，于是他就从异空间之中取出了一辆大型挖掘机，近20吨重的挖掘机重重砸在地上，竟然直接陷进去1米多。张毅第一次操作挖掘机，但是问题不大，之前在仓库工作的时候，起重机、叉车和大卡车他都开过，这个设备对他来说也不在话下，稍微琢磨一下就知道如何驾驶了。由于技术生疏，张毅花了4-5个小时才挖掘到加油站的便利店窗户。张毅从挖掘机上下来，将它收进了他的异空间，然后打破窗户的玻璃，跳进了便利店内。没过多久就找到了储油室，4个巨大的储油罐放在里面，大约有200个立方的油量。然后他把这4个巨大的油罐都收进了自己的异空间。有了这3罐汽油和1罐柴油，今后他开车时不需要为加油的问题发愁了。等一等，张毅突然意识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如果我能用挖掘机挖开雪，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也能挖开其他被雪覆盖的地方？这样一来，整个世界都会成为一座巨大的宝库。意识到这一点后，他内心狂喜，大雪之下隐藏着许多珍贵的宝藏。张毅心中有了底气，今后不再需要担心任何物品的短缺问题，大千世界都是他的资源宝库。随后他又去了一趟万达商场的超市，搞了2袋子垃圾食品带回去。摩托车刚刚出现在小区之外，就有许多人趴在窗户上盯着他看。张毅驾车来到单元楼后方，假装将车辆放入车库，然后提着2袋食品返回25楼。无需他指令，邻居们已经齐聚一堂。昨天对抗那些入侵者，大家心情付出，今天的食物是对你们的奖赏，按照我们之前说好的规则进行食物分配。他以贡献度作为食物的分配标准，毕竟食物有限，多拿意味着有人会少拿。简而言之，干活少的人你就别打算吃上几口。众人因狙击枪之事对张毅心生畏惧，不敢多言。在分配完食物后，张毅就让他们各自回去。周可儿挽住他的胳膊，低声告诉他感觉小区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劲，好像有很多双眼睛在窥探他们。张毅淡淡一笑，解释说，雪地摩托车的出现必然会引起别人的嫉妒，因为这种交通工具在南方非常罕见，有了它就可以出去寻找物资，也就代表着能够活下去，谁又会不想活着呢？周可儿有些忧虑，你说其他单元楼的人会不会也进攻过来？我担心到时候会非常危险。张毅环顾四周，确定没有其他人后低声回答，我们不是还有很多炮灰吗？而且不管他们有多厉害，
想攻进我们家比登天还难。当他们路过13层时，张毅习惯性的朝周围观望。此时，楼梯间的铁门露出了一条缝隙，他突然看到一条黑色的裂缝出现在余光末部，一颗血红的眼珠子透过缝隙死死的盯着他。是谁？张毅警惕的喊道。楼梯间的门砰的一下被推开，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尖叫着冲出来，手持一把布满血污的菜刀朝他脑袋上砍去。周可儿吓得尖叫一声，张毅迅速把周可儿往侧面一推，由于反作用力，他自己的身体也倒向一侧。这一刀在空中落空，没有砍到人。可是那个女人像疯了一样，继续持刀朝张毅劈来。谁知道张毅顺势往下一滚，直接沿着楼梯滚了下去。张毅滚了好几层楼梯才稳住身体。他这时看清了那女人的面孔，竟然是消失了很久的林大妈。林大妈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，举起菜刀又追了过来。张毅，我要让你给我孙子偿命！该死的老东西！张毅迅速从异空间取出一根撬棍，直接朝林大妈砸去。林大妈本能的躲闪了一下，撬棍砸在了他的肩膀上，咔嚓！张毅听到骨头碎裂的声音，这老人的骨头和肌肉实在是不堪一击。林大妈被打翻在楼梯上，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即使如此，她仍然紧握着那把沾满血迹的菜刀，眼神凶狠地瞪着张毅。杀！我要杀了你，为我的孙子报仇！张毅冷冷地俯视着他，然后举起撬棍狠狠砸在他的手上。严寒的天气使人的身体也变得异常脆弱，这一击下去，3根手指头瞬间被砸飞，手中的菜刀也咣当一声掉落在地，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回荡在楼道里。接着又冷冷地问道：“你孙子又不是我害死的，你为什么来找我报仇？”林大妈怒目圆睁，恶狠狠地瞪着张毅，口中唾液四溅，如同一条狂暴的母狗。我的孙子就是你害死的！罪该万死！我恨不得将你生吞活剥，一口一口咬碎你的骨头。可是我不记得杀害了你的孙子，严格来说，我还是你的恩人，因为踢死你孙子的是陈正豪的人，而我帮你杀掉了陈正豪等人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林大妈愣了一下，思绪有些混乱，然而她变得更加愤怒，因为她意识到张毅说的可能是真的。但是一个固执己见的女人怎么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呢？你别在这里假仁假义，我的孙子当时还没死，因为缺乏药物治疗才被活活疼死的，就是你，是你不戒药给我导致他悲惨死去，你就是罪魁祸首。林大妈唾沫飞溅，双目充血，像极了一只狰狞的恶鬼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你是这么理解的，这你可是误会我了。他低头看着林大妈，迎上了她充满仇恨的目光，声音低沉的缓缓说道：“其实我这个人就是嘴硬心软，我怎么忍心看着一个孩子活活疼死呢？所以后来我亲自去你们家送过药的。”林大妈瞪大了眼睛：“你胡说八道！没，我真的没有胡说八道，我去过你们家，你仔细想想。哦，对了，当时你太专注了，有可能是忘记了。”张毅的眼睛里流露出一丝惋惜，因为我当时过去的时候，你正在忙着吃东西呢，确切的说是在啃东西。你的孙子林小虎那个时候其实还没死，只要吃了我的药，他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，但是你却把他给活活砍死了。